大家好，本期视频我们继续分析和预测特斯拉股价在2024年3月28日的走势。首先，我们先来回顾一下特斯拉股价在3月27日走势的基本信息。它的开盘价是 181.41， 收盘价是 179.83， 在盘中最高价是在 181.91， 最低价是在176。那在盘中，它的最高值与最低值之间的幅值是达到了5个点。我们会看到它的收盘价依然是在5日均线值的上方。当日的成交量是 8149.22 万股，是前一个交易日的 0.71 倍量缩。KD 值双线是继续上行，开口不变。那这样的信息说明股价在继续上行的走势中。MACD 双线也是继续上行，开口增大，并且在零轴的上方出现了较前一个交易日更长的绿柱。那这些信息说明目前股价的短期多头趋势在继续增强。好，接下来我们来看看 K 线信息。在3月27日生成的这根 K 线叫做含长下影线的小红 K 线，它是一根下跌的 K 线。那它所处的位置呢，是在股价出现回后上涨的横盘中。那当日的这根 K 线啊，它是一个大幅的高开盘，然后在盘中是回补了下方的一部分缺口，上方呢没有新高的出现，然后最后收盘价是收在了20日均线值的上方。那股价收盘呢，出现了是横盘向上。那当日的成交量虽然是较前一个交易日是量缩，但是我们会看到它较之前的几个交易日啊，还是有增量的。那所以说啊，当日的这根生成的这根 K 线说明下方是有支撑的。对，那么股价在出现新低之后，我们说的新低是较前一根 K 线来说，新低之后就出现了有买盘的出现，支撑股价上行，最后是收盘超过20日均线值。我们说收盘价超过20日均线值啊，对于这样一个多头趋势是一个重要的标志，也就是它确认了这个多头的趋势。那么我们说的这个多头趋势是自2024年3月15日以来的这个短期多头趋势。我们会看到上方有头高，下方有底高。对，那么这样一来，短期的多头趋势一旦被确认，那么我们说股价将会继续有上行的表现。那我们再来看当日生成的这根含长下影线的小红 K 线和前一个交易日生成的含长上影线的小红 K 线，那么它们两根 K 线啊，我们会看到上方有缺口，下方有缺口，因此呢，日后股价的走势啊，我们说这两根 K 线合并之后，它们的最高和最低将会成为股价走势的重要标志，上方是184，下方是175。那我们说股价如果能够站上上方的184，那么将会继续维持这样的一个多头或者短期的一个上行的走势。但如果股价是跌破下方的175呢，那么我们认为股价会出现更深度的一个回档。那回档只要不跌破下方的166，那么股价仍然会维持目前的这个短期的多头趋势。好，这是我们对这根 K 线的解读。那对于像3月27日生成的这根含长下影线的小红 K 线啊，我们认为从 K 线信息上来说，在接下来一个交易日，如果有多头力量的推动呢，它将会出现一个补量上攻的一根 K 线。对，好，那这是我们对这个 K 线信息的解读。接下来我们来分析后续股价的走势。我们调出辅助线。那首先我们先来回顾一下前一期视频我们对3月27日股价走势的预测。我们预测的第一个可能啊，
股价会出现回档。我们给了2个收盘价的点位，一个是收在176，另外一个是可能收盘价可能会在172附近。这是第一个可能。第二个可能，我们预测股价会出现横盘向上，收盘价会在178附近。实际在3月27日，收盘价是在179.83，出现了横盘向上。那至于我们预测的横盘向上，虽然在收盘价的点位上相差较大，但是它们的性质是完全相同的，也就是说在前一根 K 线最低的上方，然后对，并且呢，我们预测的走势也是基本相同的。对，好，那么我们刚刚说出现这样一根下方有支撑的 K 线，股价日后很可能会出现补量的上攻，所以我们先来看日后股价的上行。好，目前我们会看到收盘价179.83已经站上原来的第一个目标位，也就是178，所以我们先把这条水平线删除。好，那这样一来呢，原来的第二个目标，也就是184，将成为股价上行的首要目标。我们把它变换一下颜色。那股价要站上184，就是要再次出现头高，继续目前的这个短期的多头趋势继续上行。那我们说股价在到达184之前，唯一的一个压力就是这根3月27号生成这根 K 线的最高，也就是在182附近。对，这是唯一的一个压力。实际上我们说上方的184到这个缺口是目前股价上行的第一个压力。好，这是强压力。对，因为突破它呢，股价将会有继续上行的走势，这是空头一定要守的位置。好，那么184第一个目标如果被站上之后，那么我们认为股价很可能会去测试200关口，也就是在这个位置。200关口正好是这根实体长红 K 线，这是一根起跌的 K 线，它的最高也在200关口，所以这个地方将会成为股价上行的就是在到达206之前的一个强压力。那么对，那也就是说股价如果能够再站上200关口，第二个目标就是206，站上206将会瓦解自2023年12月28日以来的这个空头趋势。对，好，那么这是第二个目标。那这个目标如果被站上，其实我们会看到上方就是265，这将是第三个目标。好，那我们再来看股价的下行。股价下行的目标现在不变，依然是166。对，跌破这个位置是瓦解这个短期的多头趋势，然后第二个目标就是160.51，跌破160.51那我们会看到将会继续这样的一个空头趋势，然后接下来的目标就是152。所以我们会看到目前股价如果下行在160.51，也就是这个位置，实际上是一个强支撑，因为股价一旦出现反转向下，跌破这个位置，将会继续，我们会看到自2023年7月19日以来的这个中长期的空头趋势，所以这个位置将会成为股价下行的一个强支撑。对，我们说强支撑不代表它不能被跌破，强支撑是一旦跌破，那么股价走势的性质呢将会发生重大的转变。对，好，那么接下来如果160.51被跌破，那当然就是152，152也是强支撑，是重要标志。好，那这是股价的下行3个目标。我们说股价下行在到达第一个目标166之前，各条均线值现在将会成为一个
将会成为支撑。对，包括这根小红 K 线的最低，也就是在176这个位置，也会形成一个强支撑。好，这是我们说的股价的上行和下行。我们再来看，3月28日开盘之后，盘中我们要关注的位置，之前我们给的关注的位置是在175，也就是在它的上方，运行，在27日盘中股价会收高，对，实际上也是这样的一个走势。然后在3月28日，我们要关注180，我们把这条水平线上移到180，180啊，正好是这根含长下影线小红 K 线实体的下沿，也就是前一日K 线的收盘价。那在3月28日盘中，如果股价它能够在180上方运行，那么我们认为很有可能会出现新高，会回补上方一部分缺口而收高。但如果股价在盘中遇180这个位置遇压而出现反转向下，那我们认为呢，将是一个非常不好的一个现象。那么股价是很容易进入到深度回档的，去测试下方的均线值。好，这是我们关注180的理由。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技术上的操作建议和规律。目前我们有一个15%的多头仓位，分别是在3月18日收盘价174%5%建仓，然后在3月20日收盘价176附近10%加仓，那一共15%，成本位是在175附近。我们给出的这个仓位的获利目标是181到183，那么之前我们给的止损位一直是守166，所以这个仓位一直是没有被止损出场的。那么到了3月26日，我们会看到盘中啊是到达了我们的获利目标，那么很可能就是在这个地方啊已经有获利出场的。但如果没有获利出场呢，继续持有做多呢，这个仓位仍然会保留。在3月27日，我们给的止损位是166，所以这个仓位依然没有被止损出场，并且呢，当日的 K 线也到达了我们的获利目标是181到183之间。那在这个地方也是可以获利出场的。假如还是没有获利出场，想继续持有做多，那么在3月27日收盘价在179.83这个位置，我们说在这个位置是不可以继续加仓的。因为现在虽然说股价出现了收盘价是上涨，并且重新站上了20日均线值，成交量虽然较前一个交易日是大幅的量缩，但是对于之前的交易日是略有量增。那么价涨如果是对之前的是叫量增，那通常是可以进场或者说是加仓的。但是出现这样一个小红 K 线啊，我们说这样的线型也会把它称作叫吊人线。吊人线啊，如果在相对高的位置，它是变盘向下的信号 K 线，所以在这样的一个线型的这个解读下，在这个位置是不可以加仓，或者也不可以说之前我们获利出场了，在这个位置再次入场也是不可以的。我们说的是在技术上的操作规律是不可以的。对，好，那么对于这样的一个仓位，如果既没有获利啊，就是说也不会加仓，那到了3月28日，那么这个仓位我们依然要给出止损位，依然是166，也就是回档不跌破166，这个多头仓位是可以继续持有的。那目前我们说获利的目标啊，我们依然把它设定在这个181到183这个位置，或者这个缺口附近。对，
因为我们也不排除股价很有可能会回补了缺口之后呢，在这个地方做头，然后出现一个回档。对，所以我们现在的获利目标，我们给出明确的数据，是从181，对，一直到187。我们说这个区域都是我们这个仓位获利的位置，止损位是169。好，那如果之前没有建仓，或者在之前已经获利出场的，那在目前收盘价的这个位置是不可以进场的。我们要等待股价继续如果出现回档之后，再根据情况入场，或者说我们等股价能够站上前高184之后，我们再根据 K 线信息去考虑进场。这是多头。我们再来看空头，空头我们只讨论空头，不做空头的操作建议。空头目前的目标啊，就是下方的175，还有166，这是空头的目标。因为跌破175将会进入深度的回档，然后进入深度的回档之后，再能够跌破166，将会瓦解这个短期的多头趋势，所以这两个位置是空头的目标。那空头要守的位置就是上方的185，前高到这个缺口最高187，这个区域将是空头要守的位置。对于多头来说，这个地方是强压力。好，这是技术上的操作建议。接下来我们来看看3月28日开盘之后的压力位和支撑位。那如果各位网友方便，请能否在屏幕下方按下点赞按钮，以帮助本频道的推广，谢谢大家。首先到来的压力位就是前高182，第二个压力位是185到187，是这个区域。第三个压力位就是200关口。如果我们愿意给出第四个压力位，就是206。我们再来看下方的支撑，首先到来的支撑是当日新生成的5日均线值和20日均线值，其实也包括这个缺口，是从175一直到177，在这个区域，这个区域是第一个支撑。我们说这个支撑啊，它包括20日均线值、5日均线值，又含有缺口，又包括前低，所以这个地方啊将是强支撑。对，好，强支撑不代表不能跌破啊。我们说啊，强支撑呢是重要的标志。对，好，那么接下来第二个支撑呢是当日新生成的10日均线值，是从173到174之间。第三个支撑是166，当然第四个支撑就是160。好，那基于以上这些信息的解读和分析呢，我们给出3月28日股价走势的预测。我们预测的第一个可能，股价会出现我们说叫出现上涨，或者叫横盘向上。如果是这样，它将是高开盘，或者是很小幅的低开盘，然后股价最低会回踩到178，上方最高会到达185，然后收盘会收在182附近。那出现这样的小幅上涨，或者叫横盘向上，那么它的条件是当日在盘中股价是不可以低于178的，满足了这个条件才会出现这样的小幅上涨。好，那总结一下，第一个可能我们认为啊会有新高的出现，就是会回补一部分缺口，然后呢收盘价会收在前一日 K 线最高的附近。对，好，那第二个可能呢，我们认为股价会出现反转向下。如果是这样，它将是低开盘，或者是很小幅的高开盘，然后股价在盘中最高会到达180，最低下方会到达173，然后收盘会收在174附近。
那出现这样的反转向下，它的条件是当日在盘中股价是不可以高于180的，满足了这个条件，才有可能会出现这样的反转向下。好，以上是我们对特斯拉股价在2024年3月28日走势的分析和预测，谢谢大家的收听收看，同时也向各位会员朋友的赞助表示感谢，谢谢大家。